美陆军陆续裁撤黑鹰，战斗力不减反升，美空军6代机合同花落谁家？ NGAD 舰载机版未成定局，日本来年欲发射监视卫星，提高远程导弹开发进程。德国为乌克兰输送价值4亿美元炮弹。谷歌地图曾泄露俄军动向，事情不少，咱们一个一个来看。美国陆军在2022年底选定贝尔公司研制的 V208 倾斜旋翼机作为次世代未来长距离攻击航空器之后，近日表示已准备削减现役黑鹰的机队规模，以利新一代航空系统的发展与引进。根据 Defense News 报道，美陆军少将麦克瑞近日表示，目前美陆军正计划将157架 UH-60 黑鹰从现役战力中排除，该数量约为美军现役 UH-60 机队战斗力的 7.5%。此举目的在于优化现役陆航兵力，并且为引进新一代的 FLRAA 战力腾出预算空间。去年美国陆军除了选定 V280 作为服役40年 UH-60 直升机的接替机种之外，也正准备以未来突击侦察机计划替代现役的 AH-64 阿帕奇。目前该计划仍持续由西科斯基、贝尔两组团队竞逐中。麦克瑞表示，就通用直升机机队规模而言，现役机队架数比2000年初期多出了超出300架，因此将部分 UH-60 汰除，是基于维持战备水准、未来采购与部署能力之间进行平衡的考虑，而最终形成的决定。随着美军投入伊拉克、阿富汗战争， UH-60 直升机的架数从2004年的1806架大幅增加到2135架之多。随着美军战力架构调整，未来将削减至1978架。此外，麦克瑞强调，美军不会从处于部署状态或正准备部署的单位开始淘汰 UH-60 直升机，而是从协助维持战备水准的辅助单位中，由服役时间最长的机种开始汰除。借此，美国陆军将保证 UH-60 机队年轻化，减少后勤检测压力与需求等多重目标。可以看出，美军把维持战斗力水准放在第一位的，即使是新老交替，也不会以牺牲战斗力为代价。麦克瑞也表示，美国陆军有意将汰除的 UH-60 透过外国军事销售或是其他军备交换以贩售管道出售。初步估计每架 UH-60 售价将在200万美元左右，但目前尚未确定开始汰除的日期与时间表。虽然黑鹰即将在2030年开始被新式 V280 直升机所取代，但美军仍持续针对最新型的 UH-60M 进行改良与更新作业，借此确保战力维持在一定水准。除了更新直升机，美军还抓紧研究新时代战机。华盛顿政府表示，美国空军计划在2024年授予下一代空中优势平台合同，从而在制造未来战机方面迈出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步。国防部于今年5月向业界发出了 NGAD 工程和制造开发合同的分类招标，正式启动了招标公司的流程。空军希望在2030年前将其投入生产。NGAD 将是取代 F-22 猛禽的第6代战机，它与 F-35 会成为一个系统家族，拥有载人飞机组件和其他元素，包括无人机僚机、增强的传感器能力，以及与卫星和其他设备连接的先进能力等。NGAD 将使用开放式架构标准，在整个服役过程中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同时也具有维护和维持成本低的特点。但空军以安全原因为由，对这个高度机密项目的其他技术细节没有透露。随着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在今年决定退出 NGAD 合同的竞争，我们可以看到未来正面交锋的公司是洛克希德马丁和波音。虽然诺斯罗普公司于7月宣布不打算作为主承包商竞标空军版 NGAD， 但他们的首席执行官凯西沃登表示，他们不会放弃竞标海军独立版本的 NGAD 及 FA-XX。这里不得不提一下，目前美国海军大量装备的舰载机为 FA-18， 5代机 F-35C 只有50架，甚至连海军飞机总量的1/3都不到。
明显是在观望6代机。无论从性价比还是战斗力上考虑，海军都不会错过6代机舰载机版本，大量采购基本是显而易见的趋势。所以诺斯罗普公司很可能在放长线钓大鱼。另外，空军在2024财年预算中为 NGAP 拨款 5.95 亿美元，比上一年的资金增加了 3.75 亿美元。他们还计划在新的一年中大幅增加推进系统的支出，为 NGAD 提供足够合适的动力做好保证。这个未来动力系统被称为下一代自适应推进系统，它会将多个设计元素融入其中，包括能够承载涡轮机和其他部件高温的复合材料，以及当发动机在快速切换的情况下能够提供最佳推力和效率的自适应元件。而且军方还在考虑该发动机推出时会用于 F-35， 如果真能如此， F-35 会瞬间再有质的飞跃。据共同社12月22日报道，日本政府批准了一项金额高达 7.9 万亿日元，约合560亿美元的防务预算。该预算创历史新高，日本将继续大力投入，以增强远程打击能力。与2023财年 6.8 万亿日元的国防预算相比，2024财年的初步预算草案金额增加了约 16%， 这是日本国防预算连续第12年增加。该支出计划与去年年底的一项政府决定一致。当时日本政府决定，在俄罗斯带来的安全挑战日益加大，以及朝鲜发展核和导弹的情况下，从2023年至2027财年将国防支出总共增加 4.3 万亿日元。可以说，俄罗斯不但把欧洲军事化了，还给亚洲国家上了一把弦。在2024财年预算中，约有7340亿日元被指定用于发展反击能力，以确保远程武器的命中精度与射程。这其中就包括导弹发射台和防区外武器。在这笔7340亿日元中，有961亿日元用于购买陆上自卫队的12式地对舰制导导弹的升级版。据说该型导弹的射程可达1000公里，陆上自卫队将于2025财年开始部署这种导弹，比原先设想的时间提前了1年。日本打算将其年度安保预算翻一番，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2% 左右。根据战后和平宪法，日本长期以来以防御为导向，安保预算只占 GDP 的 1% 左右。据日本读卖新闻12月24日报道，日本政府为加大对太空的监视，开始研究在拟定于2030年发射的新一代通信卫星上增加监视功能。从今年开始，日本将着手开发搭载于卫星上的小型监视设备。报道称，通信卫星一般在36000公里左右的地球同步轨道上运行，在太空中有瞄准通信卫星的杀手卫星在活动，还有卫星破坏试验等产生的大量太空垃圾。为了避免碰撞等事态，加强太空监视成为新的研究课题。日本自卫队根据运行3颗通信卫星的体制，认为至少也需要3颗卫星来负责进行太空监视。日本政府虽然计划在2026年发射第1颗专门用于太空监视的天货感知卫星，但发射卫星大约需要花费1000亿日元，约合7亿多美元，因此其余2颗卫星的发射事宜还没有确定。日本政府为了缓解经济压力，力争在通信卫星上增加监视功能，让其取代 SDA 卫星。日本自卫队目前正在运行中的2颗通信卫星，使用年限将在2030年至2031年到期，因此也计划在后续的卫星上安装监视传感器等。日本研究在安装监视设备的同时，也安装防止电波干扰的装置。由于要搭载于卫星上，因此需要将监视设备做得较小。日本防卫省已在2024年度最初预算案中列入了2亿日元相关费用，计划从2024年度开始利用3年时间进行开发，对发射 SDA 卫星和开发小型监视设备，并搭载于通信卫星上。在通信卫星运行的轨道上，还有用于监视他国导弹发射等情况的美军预警卫星，因此日本政府计划尽快完善本国的太空监视体制，并与美国开展紧密合作。看来日本加强了对朝鲜的监视，真是被前2天朝鲜放洲际导弹给吓到了。
据美国防务新闻12月19日报道，德国最近几天批准了价值超过4亿美元的155毫米口径火炮炮弹订单，分别是与莱茵金属公司和一家法国公司签署。莱茵金属公司在18日的声明中说，根据德国陆军与该公司现有的框架协议，德国陆军为乌克兰武装部队订购了数万发炮弹，总价值至少1亿欧元，约合1.1亿美元。此前，德国国防部曾在14日宣布，正以2.78亿欧元的价格从一家法国军备公司购买6.8万发炮弹给乌克兰。根据欧洲议会11月的报告称，乌克兰在与俄罗斯的战争中每天发射多达7000发炮弹。美国与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数百门火炮，用于发射北约标准的155毫米口径炮弹。而这次德国国防部订购的弹药预定于2025年交付完成，但这也只是德国与莱茵金属公司签订协议的部分内容。据莱茵金属公司人员透露，该协议内容是交付数十万发炮弹引信和发射装药，直至2029年，订单总额可能在12亿欧元左右。最新的这份订单至少是莱茵金属公司根据协议宣布的第4份订单。截至9月底，莱茵金属公司的武器弹药订单积压量同比增加了1倍多，达到113亿欧元。主要订单包括2份多年期弹药框架协议，公司不得不计划在2024年大幅增加产量，以将年生产能力提高到70万发炮弹左右。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2月17日发表了题为“谷歌地图会透露军事战术相关数据”的署名文章。在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式宣布开始特别军事行动前的几小时，杰弗里·刘易斯就通过谷歌地图识别出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明显迹象。2022年2月24日清晨，也就是战争即将打响之际，这位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和军事专家在推特上分享了一张谷歌地图的截图，上面显示了乌克兰边境附近的交通堵塞信息。对于刘易斯和他的研究团队来说，这是俄罗斯出兵的确凿证据。他对法兰克福汇报说，他证实了我们的推测，即俄罗斯的一支部队正在这条道路上前进。谷歌地图上一条简单的交通堵塞信息就预示着一场大规模军事袭击，这乍听起来很荒诞。在和平时期，这些数据是普通用户避免交通堵塞或事故的有用工具，而在战争时期，这些数据则可以提供有关部队或难民动向的重要信息。在乌克兰战争期间，谷歌在与当地政府协商后，已经关闭了导航系统的部分功能。苹果地图最近也不再显示加沙地区的任何交通堵塞信息，仅显示到达某目的地的预计行程时间。为了进一步证明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刘易斯及其团队展示了如何利用实时交通数据来验证部队的动向。俄乌战争开始前的几周，研究人员最初利用卫星图像监测到了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军队，大多数图像表明俄罗斯人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咱们可以理解为是安营扎寨。在俄罗斯城市别尔哥罗德的公路上，似乎有一支配备了包括坦克在内的俄罗斯大型武装部队正整装待发。这可以证明俄罗斯很可能在未来24小时至48小时内开始行动。当时刘易斯的团队得到了这一消息，并分享给了政府与媒体后，很可惜没人愿意相信他们。为了验证这一点，研究人员利用谷歌地图的实时交通数据，再结合过往情况的分析，来确定这似乎异乎寻常的移动在谷歌地图上看到的交通堵塞位置。但接着观察会发现，谷歌地图数据显示，俄罗斯人在那里设置了路障。记得当时的时间是凌晨3点，以往的交通数据表明，在这个时段该地区从未发生过交通堵塞。此外，谷歌地图上显示的堵点不断向乌克兰边境移动，从那一刻起，一切都很清楚了。俄罗斯部队正在向乌克兰进军。几小时后，临近清晨6点时，普京在电视讲话中表示，向乌克兰发起了特别军事行动。随着科技的发展，只要观察足够仔细，再结合合理的分析，确实能发现不为人知的秘密。但现在交通数据被关闭后，交战各方都已经无法再通过公共地图服务追踪敌军的动向了。好了，今天的战报就到这儿了，我是大兵，我们明日战报再见。